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说个电动汽车的话题。大家都知道，目前领先电动汽车的主要是中国及美国。其实美国就是特斯拉而已，它市场营销做得非常好。虽然我不懂技术，但我感觉纯技术层面，在电动汽车产业，中国应该是领先美国很多的。昨天，德国《圣时报》报道了德国的大众及宝马电动车在中国卖不动的问题。所以这两家公司只能采取大降价的激进策略。对此，这家德国媒体以及读者们是怎么看的呢？中国市场，大众和宝马对电动车的滞销做出反应，采取激进措施。配图说明，大众汽车 ID.4 在一个车展上，在中国，该公司被迫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上销售电动汽车比较吃力。因此，大众和宝马被迫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动汽车市场，可怜的销售数字给德国汽车公司带来了困难。多年来，中国一直是销售引擎之一，因此也是让董事会对靓丽的财务报表满意的原因之一。但对于大众、宝马此类公司来说，中国的天空乌云密布。虽然燃油车仍然广受欢迎，但电动汽车的销售却很缓慢。原因就电动汽车而言，优质产品种类繁多，包括来自中国国内制造商的产品，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中国消费者的首选。迄今为止，与中国公司的合资企业显然没有改变这一发展，所以现在大众和宝马都大幅降低了其电动车型在中国的价格。大众汽车在中国提供的电动汽车便宜几千欧元。据门户网站 electricve.net 报道，大众汽车正在中国全国范围内降价。根据一汽大众在微信平台上发布的通知，作为优惠活动的一部分， ID.4 Cross 和 ID.6 Cross 电动汽车的价格大幅降低。现在这两款电动车降价约4万元，相当于优惠了近5500欧元。据大众汽车公司称，这些优惠在中国是有时间限制的，但没有给出过期日期。鉴于市场竞争激烈，专家们预计价格不会再上涨。大众新电动汽车的价格低于3万欧元，但只在中国能买到。澄清一下价格关联，较小的大众 ID.4 Cross 现在售价约为23860欧元，大众 ID.6 Cross 的价格为29855欧元起。在调整价格之前，后者至少要价35322欧元，相当于258900元人民币，显然销售惨淡。优惠价后还免费赠送价值数百欧元的露营套件。大众和上汽集团的合资企业也在为中国生产其他大众电动汽车，这些电动车款式是 ID.4X、ID.6X 和大众 ID.3 德国版的改进版。据说价格下调高达3万元，即超过4000欧元。然而，中国门户网站 CNEV Post 指出，由于经销商还提供更多折扣，客户的价格优势也达到约4万元人民币。ID.3 现在在中国售价从22227欧元起， ID.6X 跨界车的价格从31358欧元起。宝马在中国 i3 电动车大幅降价，宝马车的降幅更大。这家位于慕尼黑的高端汽车制造商显然感到不得不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供超过10万元人民币的折扣。相应的，宝马电动车 i3 在中国现在的报价比以前低了13500欧元。进一步的传言称，如果客户以现金支付新车，还会有折扣。结果，宝马这款电动车的实际价格连最初估计的原价的一半都不到，原价为353900人民币。相当于48288欧元。据 electricve.net 参考开联门户网站报道，基础款 i3 eDrive 35L 之前也是这个价格。德国读者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出口到中国的汽车在德国的出厂价是多少？一辆新车在德国境内的运输费用约为800欧元。如果你再加上1万公里的海上运输和在中国国内的运输费用，最后的总运费不容小觑。所以可以看到一辆下线汽车的成本是多少，包括利润。下一位，不是出口到中国，而是在那里生产的。
下一位 ID.4 和 ID.4X 几乎一样，在德国的价格几乎是中国的双倍。大众公司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买他的车了吧？只要有这样的定价政策，就不会有任何改变。下一位，是的，这太变态了吧！特别是当你考虑到，尽管在中国的价格便宜得多，也没有人买这些车。下一位，比亚迪更便宜，而且续航更远。此外，从他们那里可以买到小型车，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电动坦克。下一位，他们还是不明白，是为了到达目的地，所以必须造大家都负担得起的汽车，而不是豪华汽车。小型、中型乘用车没那么重，可以实现更好的续航能力。开着 2.3 吨的家伙到处跑是没有意义的。下一位，已经可以猜到，当中国制造商席卷欧洲市场时，会引发什么样的价格跳水。电动汽车如此昂贵，主要是因为没有竞争，这将会改变。下一位，特拉斯和中国的10家电动车将摧毁德国的老掉牙的东西，就像当年 Grundig 电器和其他德国品牌一样。下一位，每个从中国网购过的人都知道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如果现在有人说我们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那么这反而说明了产品质量问题，因为几乎没有人使用一只手机的时间超过4年，更现实的可能是2年。一辆汽车的寿命应该更长一点。在德国上牌的车辆的平均年份是9年，但无论如何，电池的寿命没有那么长。基于环保的可持续性简直就是个笑话。下一位，犯了和德国贴牌，也就是 OEM 生产一样的错误。电动车即将到来，而德国人几乎没有发言权，我们错过了电动车的发展。作为燃油车立国的德国，完蛋了。我原来对汽车并不感兴趣，但自从电动汽车出现后，我就开始感兴趣了。而不幸的是，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可以预见的。特斯拉是市场的领导者，我觉得短时间内不会有所改变。即使在燃油车抛锚统计数字中，非品牌车的表现也不是很好。当然，我们没必要担心什么，中国车的质量不行。下一位，我必须为中国人说句公道话，他们制造的吉他起价约为250欧元，质量很好到非常好，而且他们很快掌握了诀窍，这得益于极光切割。但不要碰中国制造的衣服和鞋子，因为做工很差劲。下一位，愚蠢的德国人支付全部价格，因为德国正在引入代理模式，所以今后将出现0欧元折扣，他奶奶的。下一位，中国人自己制造高质量的电动汽车，他们不再需要昂贵的德国货，德国车完了。下一位，我只是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在奥地利、德国是如何被宰的。近几年来，新车的价格几乎是天价，他们的理由是生产成本高。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可以用23860欧元买到 ID.4， 而在奥地利，根据大众奥地利官网的数据，价格是50800欧元起，其价格是中国双倍价还高。下一位，如果你以这个价格买它，那是你自己的错。花5万块钱能买到一辆全套配置的大型亚洲制造的燃油车。下一位，我在美国看见帕萨特的价格低于高尔夫在德国的价格，我内心崩溃了。特斯拉最近才被认证为长期质量不佳，但中国人对此无所谓，而德国制造商却没有保持自信，这是一个遗憾。下一位，特斯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 6.6% 12月份到 8.1% 1月份不等。在德国，在新电动汽车的占比中，特斯拉达到 23.6%。在亚洲市场，直接买车时给予折扣是常态，在欧洲就很少这样，常见的是其他销售促进措施，如租赁费折扣。下一位，这位网友引用报道中的这句话，就电动汽车而言，优质产品种类繁多，包括来自中国国内制造商的产品，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中国消费者的首选。对此，他的评论是：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德国的汽车制造商为了实现政府的梦想，押错了马。为实现气候目标，德国版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我希望这是给汽车制造商的一个教训，他们将再次相信自己的能力，
而不要相信追求意识形态目标的德国政府。下一位，我认为德国的问题是政治层面多年来没有任何计划，因此汽车行业也没有向电动汽车的方向发展。然后他不得不迅速地向电动汽车转变，但氢能源方面却缺少基础设施。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愚蠢，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的时机很重要。那么一个国家可以作为技术领导者获得数万美元的收入。下一位，德国客户被大众和宝马坑了。下一位，如果错过了电动车的发展，就不要感到惊讶。在德国，对许多人来说，电动汽车是负担不起的。下一位，如果对中国汽车征收关税，就像他们做的那样，价格也会一样。下一位，据说宝马的 i3 电动车现在在中国的报价比以前少了约13500欧元。即使如此，仍然有钱赚。德国人被引诱，然后被宰，在这里太贵了。下一位，我可以想象这种策略会适得其反。我不会从一家把我当成傻瓜的公司那里买车。下一位，对我来说，电动车的处理费用有多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奥地利，报废电动车属于危险废物，车主要花费3万欧元处理费，制造商也要负担部分处理费，但具体数额没有披露。我无法想象电动汽车制造商在未来会负担部分处理费。好的，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大家对德国电动车的未来及中国制造商的前景有何看法呢？请大家踊跃发言，谢谢大家。